你无事吧？我跟元娘无事，多亏了2位小郎君，我们母女才能幸免于难。2位小郎君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元娘，没事吧？真乖。怎么样？阿姨，我已经好了。已经好啦，哈哈哈！真乖。夫君，这2位便是恩公。啊，我要多谢2位少侠出手相助，日后定当竭力相报。在下14郎，此位婢弟阿斗，因为事出紧急，只能够诓骗夫人随我出逃。诓骗？既然如此，还请2位少侠无礼一叙。在下与弟弟阿斗，从陇西一路流落至此。我们2人偶然在一处林间小歇，弟弟因为过于劳累，便睡下了。就在我准备喊他起来，赶路之时，听到有几名山贼在附近窃窃商议。阿斗，阿斗，醒来了，该走了。来，有人。我已经确定探听到，公孙恒的女儿病了，他那婆娘明一定会经过此地上山拜佛，咱们一定要狠狠地抢他一票。公孙那老东西把咱的后路都给断了，干得咱无处栖身。不杀他婆娘，已经算老子仁至义尽了。走，准备准备。那少侠是如何救得我夫人和元儿的呢？其实我与弟弟阿斗也是左思右想，既不能与山贼起正面冲突，又无法及时禀报给刺史，于是只能诓骗。来了。可以了。走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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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一下。2位少年可要搭车？多谢夫人。我弟弟病了半月，未见好转。听庙里的和尚说，必须要走路去庙里，才足以见诚心。我实在不忍弟弟如此受病痛折磨，但也只能走路去庙里了。可当真？这当然当真了。你且到庙门口等我，我与这2位少年一起走到寺庙。夫人，这城里的医师都看了个遍，可是元娘的咳嗽还是不见好转。我此行就是去求菩萨保佑。这位小郎君说的极是，要一步一步走向寺庙，才更显虔诚。你去吧。是夫人。夫人，不如让我抱着小娘子吧。这怎么好麻烦小郎君呢？没事，我有劲儿。来，走，我们一起走啊。薛夫人，我能诓骗夫人下车的理由，只有元娘。因为，在这天底下，没有一个母亲不会为了孩子做出牺牲。恩公的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夫人言重了。因为14郎的母亲，也和夫人一样，会为了14郎不顾一切。的确，若恩公换一个理由，我不一定会下车。只是没想到，竟害了车夫的性命。
是我对不起车夫。车夫遇害，其实也是14郎没有想到的，怪也只能怪那些山贼心狠手辣。没关系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秦老，吩咐下去，一定要厚葬车夫，以及以后照看好他的家人。是。少侠，果然是英雄少年。只是这一切，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吗？刺史，我与弟弟从小相依为命，无父无母，几经生死，早已是贱命一条。若是能凭一己之力救下夫人，也是此生有幸。况且，早就听闻刺史德高望重，赏罚分明，必定会重赏我2人。所以，你们救夫人和元儿，是为了到我这儿来领赏赐的。是，14郎确实是有私心，但是我的私心是想要追随季氏明主。你以为你们救了我夫人和我的元儿，我就会把你们留在我的身边了吗？刺史，14郎的父亲乃是前隋降将李氏，一生碌碌无为，临终之前嘱咐14郎一定要去边境博获功名。况且救下夫人和元儿，不单单只是巧合。难道这不正是我跟刺史的机缘吗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少年郎！两位恩公先起来吧。夫君，14郎既是随将之后，又救我与元儿性命，多少与公孙家有些渊源。两位少年既无家可归，不如多谢夫人收留。既然你们俩是夫人和元儿的救命恩人，我又怎能行驱逐之事？既然你们愿意留下，那就先把你们安排在后院厢房，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议。多谢刺史。好久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了。哎，师傅，咱这就成了。公孙恒疼爱妻女，自然是会款待我们。但如果想要取得公孙恒的信任，可不是一件易事。那他为何还把我们留在府上？这全是仗着夫人的面子。这么说，他对我们还是有怀疑。至少他不信任。这人心之间岂止隔着一层肚皮，他不会不知。不管怎么说，经过师傅今天的策划，我们已经成功完成计划的第一步。接下来就是如何获取公孙恒的信任，掌握兵权，再说起兵。心里的秘密切记不要说出来。你怎么看？2位少年救了夫人和元娘，光凭这点，一下就抓住了主公的软肋。这2个少年心思聪明，胆识也过人，不过也透着一些机灵和狡猾。主公放心，老朽会格外留意。现在时局动荡，战事一触即发。我们也正是用人之际啊。若真如他们2个所说的，只是为了博取个功名，那倒也是一件好事。只是，咱们还是不得不防啊。既然福祸未知，那便看机缘。至于府里安宁，主公放心，老朽会全力守护。
哎呀，这不是损特勤吗？何事？我来问问孙特勤，这朔州城就在眼前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攻啊？攻或不攻，何时攻，我自有考量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城，你要考量多久啊？你是不是怕了？就这个边陲小城，可是当年连舒勒可汗都讨不到便宜呢，你行你来啊！那是当年舒勒可汗手下无猛将，我不是在这儿呢吗？像这种城，比他坚固的我不知道打下多少个。那若攻城失败，雄师可会主动担责？怎么就攻城失败了？你还没有攻啊！这为什么我们主动担责？打这座城，我们雄师主攻，你们鹰师配合好，不会打不下来。那就期待雄师的表现了。好。去准备2套中原人的衣服。你想亲自去朔州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真乖，来让哥哥抱抱。元娘，我们回去啊。我要哥哥，哥哥。夫人给元娘做了好吃的糖糕啊。哥哥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明显是防着我们嘛。防着也没什么不对。出去转转吧，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发现。不会是又要去找山贼打探情报？有些事情永远不要再提。刺史，城东垦荒，几户人家因分地不均正闹得不可开交，都吵着要见您。这种小事，何须叨扰刺史？这可不是小事啊！只要将城中田地划分登记造册，按家中成年男子分派，多余的就暂由官府来看管。待家中幼子成年之后，可再做分派。您觉得如何？就按他说的办。是。刺史早。你懂政务？略知一二。何时学的？我父亲是一地方小官，从小耳濡目染。好，我问问你，这朔州城内有商人私下和胡商交易，你怎么看？与外邦互通有无，各取所需，实为促进生计。其实不应一棒全部打死。但是要规定交易的物品及其数量，从大局控制，也不必太过严苛。实际情况允许，也就可以自行判断。若不是我亲耳听到，我真不敢相信这话出自你口。刺史见笑了，与刺史相比，我这不过少二。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与阿豆弟弟初来朔州，准备出去转转，看看有什么新鲜的，顺便了解一下风土人情。好，你们去吧。是。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如何？主公向来爱惜人才，怕是这回挠到心头了吧？是啊，要是我手下的官员都有这种脑子，那我每天得省多少心思？嗯。唉。钱老，跟上他们。是。殿下，这次绝对不能再太过仁慈了。督公，太子妃刚做的梅花糕，尝一块吧。魏征刚走到磁州，
就遇到了李建成的旧部李治安，还有李元吉手下的护军李思行被押解入京，他当场将2人释放，这2人瞬间就跑得无影无踪，简直是胆大妄为到极点，还请殿下将其召回，严惩才是。哎，杜公，不对呀，我怎么记得这趟差事是你激他去的呀？我激他是需安抚河北，没让他沿途释放囚徒，而且还是能领兵的武将。无妨。殿下，魏先生此举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哦，还有如魏显马一般的奇人，殿下您快说说。战国时的奇人冯轩。对，封卷示意的冯轩，哼，果然是一般的奇人呐。冯轩擅自烧掉的仅仅是欠条，而魏显马释放的却是可以上马打仗的武将。着中书省拟令，6月4日前，失联东宫及齐王；17日前，连立院者，不得相告言，违者反坐。殿下请三思。若连揭发举报都禁止，那余党岂不是更加肆无忌惮？这魏征尝到了甜头，说不定就连王君阔都会就地赦免。你看看，吾不可以故身贤，不为国虑，且既蒙国士之誉，敢不以国士报之乎？如此肉麻。至于这个王君阔，派一队得力人马将他押解入京，避免惹人嫌疑。不要说是戴罪受审，就说是奉命入京便是。臣这就去办。房公，乐烟这边可有什么消息？你说上天是不是在惩罚我呀？我已经失去了一个长歌，难道还要让我再失去嫣儿吗？殿下，万万不可胡思啊！永安公主和永宁郡主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微臣这就多派人手去寻找。哼，你这小丫头啊，还是挺机灵的。海老，你看，还有酒呢。好。这个烧鸡特别好吃，闻一下，香吧？来，苏苏伺候您吃酒，这酒特别香。啊！麻子叔，喝酒。来，干一个。干。再来一个。马上。来，再来一把。来上。干。你想逃跑，他们要是发现了，会杀了你的。我好不容易把他们灌醉了，再不跑就没有机会了。说不定明日他们就会把我买去采生折葛了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别怪我没带你。可是，我跟你去，这才是好姐妹嘛。小心点。
苏苏，他们把门锁死了，我们要怎么才能出去啊？来，老爷，你看，那边有个洞，就是太高了，我们爬不上去。可以的，苏苏，我们有2个人啊。对，老爷，我来打头阵。你先帮我逃出去，然后我再来救你，好吗？老爷，你先不要吵，麻子还睡在外面看门，你乖乖待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救你。可是你，苏苏，2人一天到晚都在朔州城里面四处闲逛，并无特殊踪迹，还买了许多干粮送给庙里的乞丐，说是公孙刺史的命令，并无可疑。百姓们都很感谢刺史。行了，别跟了，你们暴露了。啊？下去吧，以后也不用再跟了。是。好，秦老，2位郎君回来了，在朔州可还待得惯呀？习惯习惯，今儿在城里转了一圈，城里又有好吃的，又有好玩的。那就好。京城有报传来，我要向刺史汇报，不多叙，有需求唤老夫。秦老且去忙。是长安来的消息吗？应该是。那我们先回屋。如若真是李世民想要大张旗鼓地搜捕我们，早就通报各州，不必等到现在。只怕是有更可怕的事情要发生。八野古部、铜锣部围攻乌城，程知节李氏季部与之苦战越狱。严厉已经牵制唐军这么多主力，莫不是想好一片狼子野心？以你这功夫路数，郎君身份不凡呢。刺史府深藏不露，管家境也是高手。是刺史派你来的？你错了，我家主公用人不疑，只是老朽我若不查，
又怎能令郎君不惧宵小？你并非来自陇西吧？老朽我久居关外，对陇西的口音十分熟悉。虽然郎君故意模仿，却仍有差距。你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我故意说漏了嘴，说京城有消息，你便跟来。哼！北方奸细，行军总管府，还是长安？哈！哈哈哈！你是长安的人。你来是想收回刺史的兵权吗？朝廷一直担心刺史拥兵自重，可是你应该明白，朔州能完存至今，不是赖长安的福泽。你可以到朔州去看一看，百姓生活如何？北方他城百姓的生活又是如何？边陲之地，能有如此的民风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您多虑了，我不是朝廷之人，到此不过是想找一个栖身之所而已。冒充陇西身份，只是想要借同乡之意，恳请刺史收留罢了。是在下孟浪了。哼，老朽没兴趣追究你的过去，也不管你处心积虑是为了什么。你不动公孙一家，我不动你。你是聪明人，好自为之。他们知道苏苏偷跑了。别怕，你比他乖，不会变成他那副模样。今日我前来找你，是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。刺史吩咐便是。这几日我想了一下，若是14郎不介意的话，可否留在我的府上做个主簿？你弟弟阿斗可以做你的副手。怎么，二位郎君觉得屈才吗？不，14郎感谢刺史收留。好，这是我的贴身侍卫旭峰。旭侍卫，李主簿。好了，行军总管约我到府上一叙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刺史欣赏二位才华，眼下正是用人之际，顾不了许多了。不过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不动公孙家，我便不动你。秦老误会了，14郎今后定尽心为刺史效力。刺史，刺史。哦，李主簿。刺史，我作为刺史府的新主簿，对朔州事务尚未熟悉，理应是我陪着你一同前去才是。这次不用了，旭峰陪我去就可以了。李主簿，你们俩可以自行休沐了。
是。我本想着，公孙恒若带我去见司马图，我也能随机应变，了解北境边防布阵。如今看来，只能日后再花些心力了。那我们要不要现在跟过去啊？算了，他既然都拒绝了，我们现在再过去就显得别有用心了。哎，师傅，你干嘛去啊？休沐。特勤，探子来报，阿什勒隼昨夜往朔州方向去了，应师大军未动。阿什勒隼只带了木金一人。来人，特勤，雄师集结。是。他们敢给咱们机会，咱们就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狼神的子孙。特勤英明。生意不错啊！如何？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信。东南两侧驻军不过1000余。果不其然，东南两面依托地势，易守难攻。朔州此时主要在西北两面布兵，但我方才查探，兵马也不足2万。这朔州城固若金汤的名声怎么来的？土喀社说这帮人都是废物，难道是真的？方才进城时，你可有注意城墙？比中原其他城池要厚出许多，而且夯土上新，可见实施加固。平时各色人等随意来往，可一旦打起来，这城门一闭，谁也进不来。只要城内粮草充足，死守数年，亦非难事。有意思，你有对策了？走吧，我们得去买点泡头木。哎，你不故弄玄虚，你会死啊！要是师傅能帮公孙恒分析官场厉害，许他前程，他一个降了礼堂的随官，难道不会动心吗？就怕这公孙恒想要的不是这些啊！几岁了，吃没还会被呛到？师傅，怎么好像没钱了？上次给乞丐送干粮，钱都用光了。一点没有啊！不是师傅你说的吗？做人要饮水思源。若不是那些乞丐告诉我们山贼的出处，又怎么进刺史府？既然在刺史府有吃有住，那还要钱干嘛？师傅，这可是你的原话呀！我数到3，咱们一起跑。2位客官吃的如何啊？2碗面一共10文钱。哎，没，还没吃完呢，一会儿结账。不好意思啊，店家，我们2人出门匆忙，忘记带荷包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让我弟弟回家去取，我在这候着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弄钱下。你别跑啊！好啊，先跑一个，寻隙再跑一个。哼，你们这种伎俩我见得多了。走，给我见官去。不是，店家，你听我说，我弟弟去取钱，马上就可以回来的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走，店家，你一共多少钱？我给你。怎么是你啊？10文。多出来的就算这位小郎君赏你的。哎呦，多谢郎君，多谢郎君。
哎，方才多有得罪啊！哎呀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啊！啊！阿准，又见面了，14郎。这谁啊？我告诉过你不要来朔州，你倒好，一句也没听进去。那你呢？你不也来了？对了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还知道他受伤的事？伤是我包扎的，我自然知道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兽医啊！这伤本来不包就好了，你这一包，已经无碍了，14郎不必理会。他这……没事的便好。对了，朔州速整边贸，像你这种奸商，怎么做生意都会赔的。14郎准备在朔州待多久？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打听对方的事了。哎，师傅，你逃出来了！卖货的，这又是谁啊？阿斗，阿准他帮我们结的饭钱。我们2人正要出城，14郎可否愿意送我们一程？当然。终须一别，我就不再送了。阿准，祝你生意兴隆。14郎，和上次一样，你若是没有非要留在朔州城不可的理由，还是早些离开吧。离开，我能去哪儿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去草原？草原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别了吧。你认识我？多谢，不过还是算了。这都是什么人啊？这是阿什勒大军的前哨，他们要攻城了。14郎，我还有些手下留在北边，我要回去照看他们了。你还是尽快离朔州城越远越好。告辞。保重。师傅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回城。土喀社竟然想趁着你不在独揽头功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用做吗？你要是想看土喀社狼狈的样子，就留下来。我对丧家犬没有兴趣。你就这么认定他必败无疑啊？土喀社这个蠢货，更何况他还在。他？站住！何人胆敢擅闯城防重地？快举风击鼓！阿什勒军打过来了！你们快让开！若是误了师姐时机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不行！李主簿，让他上来吧。是。李主簿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刺史，阿什勒部大军攻过来了，快击鼓！还不急？不着急。刺史的意思是，现在还不击鼓示警？现在还不急，让他们再靠近一些也无妨。刺史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一旦阿什勒部攻进城，于朔州可是灭顶之灾，于整个大唐亦是头悬利住手！剑。竟然对主公动手！好了，旭凤，他也只是一时情急而已。现在敌情紧急，我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详细解释。来人呐！在！把他俩给我押回府里，好生看管。公孙豪，你不会用兵，一意孤行。公孙豪。
刺史有令，二位不得擅动。你们就那么信他的话？如果他的决定是错误的呢？刺史自有安排。我看这公孙浩根本就是浪得虚名，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骗得这全城居民竟然如此全心全意拥护他。你刚才听到那战鼓声了吗？隔了那么久才示警。此战怕是危矣。阿斗，你说咱们这朔州城是不是来错了？一个连最基本的兵法都不懂的人，我竟然还寄希望于请他起兵相助。就是，连我都知道文寇示警要及时，他作为朔州刺史竟然不懂，就怕他是故意的。如果他敢将朔州城拱手让给阿诗勒部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刺史，李主簿，为何不击鼓示警？阿诗勒起兵突袭强攻，我军应对不起，状况自然是会惨烈。你说，到底伤亡有多少？1万、2万，还是更多？李主簿，我们既然不懂兵法，为何不听劝？为何要一意孤行？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你们将这全城百姓的性命都置于何地？李主簿，此战大捷，我们打胜了。胜了？如何胜了？是啊，刺史，你快跟我们说说，怎么就胜了？二位稍安勿躁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主公之所以迟迟不肯击鼓示警，是另有用意的。当时城楼内外暗藏了3000名弓弩手，阿诗勒骑兵策马奔袭，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箭矢的射程范围之内。主公一下令，万箭齐发，阿诗勒的骑兵来不及调转，立刻就慌了阵脚。此时主公再下令，传令下去，开城门，出车马。我方的将士列阵，向敌军攻去。是燕月阵。李主簿懂兵法，从前学过一二。来，坐下来。那你就来说说，若是让你来领兵布阵，接下来该当如何？接下来要燕月换长蛇，蛇身横撞，首尾至，脚。然后呢？徐侍卫，你继续说。然后，经过这连番的重创，阿诗勒部的骑兵其实早已溃不成军，但那首领土喀舍却偏不认输，还妄图再度向我们进攻。敲战鼓，点狼烟。就在此时，我方的伏兵在城楼对面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击起战鼓，燃起狼烟，士兵喊杀声不绝于耳。那土喀舍怕被四面围困，当即就下崩，调转马头，狼狈撤逃。刺史还真是厉害。可是这西北、东北角都各设有伏兵，为何刺史不悄声行军，攻其不备？为何还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？难道刺史是什么？虚张声势？李主簿果然是少年英才，我的计策都被你看穿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伏兵只不过是2000人呢。刺史真是用兵如神。怎么，不再说我是不善用兵，一意孤行了？是14郎无知。14郎自持学过一二兵法，竟对刺史口出狂言，14郎无地自容。
好了，这种小事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不过十四郎冒着生命危险登城报信，这份对朔州百姓的心意，我感受到了。在这里，我要代全城的百姓道一声谢。刺史，刺史容人之量，十四郎感佩。经此一战，十四郎终于明白，刺史为何百战不败，还有这朔州城的铜墙铁壁，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是如何得来的。如若刺史不嫌弃，我想，你想与我们一起，共同御敌，镇守朔州城。十四郎愿为刺史分担。十四郎少年英才，又识得兵法，我真的是很欣慰啊！起来。阿斗也愿意跟刺史学习兵法。好，你也镇守朔州城，起来。恭喜雄师平安归来！这一次都来看我来了。当然得来了。特勤为了赶早抢个头功，不声不响带着骑兵偷袭攻城，虽说出师不利，但好歹也没有全军覆没啊。哎呀，老子心情非常不好，最好能把你这张臭嘴闭严了。雄师出战，打草惊蛇。若往后战局陷入被动，便是你们今日之错。哼！怎么了？我带我雄师出去训练一下，给我扣这么大嘴？我的事我心里有数，不用你们管啊！你们的事我们也不想管。今日战事，我们会原原本本的报与可汗。不用你报，我自己会报。替我把这封信送到行军总管府上。这次阿什勒部来者不善呢。若我猜得不错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再次发起进攻的。我们需要援兵，我这就去。刺史。哦，李主簿。刺史，这是新绘制的地图，请您过目。哦。刺史为何愁眉不展？毕竟打了胜仗，怎不见刺史有胜利之喜？一场小胜而已，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我已派徐峰向行军总管府请求增援了。增援？这朔州固若金汤，竟还需要援兵？阿什勒部真正的强敌还没有出现。你来看，这无定河，河宽水深，原本该是朔州城和阿什勒部之间的天然防线。可是因为现在朔州兵源不足，无法派兵守住河岸，致使敌军来去自如，兵临城下。既然他们来去都会经过这个河道，不如我们就将这个河道改为栈道，如何？
改为栈道。对于不善水性的阿什勒部大军来说，他们应该更喜欢枯水季吧？那是自然。如果河道干枯，便无阻碍，他们行军倍速于往常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送他们一个枯水季。送他们一个枯水季。李主簿此言何解？我听闻往年皆是7月枯水，偏偏今夏雨水充沛，这枯水季大约是会晚半月有余。而正巧，这片河道上游正好有一处密林，若派今日军士以土石锯木阻断河流，不足几日便可完工。此事，您觉得如何？你呀你呀，啊，好你个李主簿，竟然想出此等计谋来14郎妄言，让刺史见笑了。李主簿智计过人，令人佩服。只不过，阿什勒部的雄师刚败，仓皇溃逃，估计有段日子，他们不敢轻易出兵了。就算是他们敢出兵，也会是谨小慎微。看来怎么让他们放松警惕，这需要我们好好的思量啊。倘若不是这阿什勒部的骑兵实力过于强盛，其实还有更可靠的打法。更可靠的打法，说来听听。古时孙子有云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和，以奇胜。”倘若以我方大军为疑兵，吸引敌方主力，再派骑兵绕道，从敌军背后侧翼发动奇袭，冲垮敌阵，再逐一击溃，这岂不是更加痛快？好，李主簿年纪轻轻，却有如此的气魄，真是让人佩服。这也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。何人？就是当年的秦王，如今的太子。隋末群雄并起，那时候还年少的他，率领千军万马在敌阵冲杀，用的就是此等计谋，可谓所向披靡呀。想不到今日能从李主簿口中听到相同的战术。李主簿，看来你之前在我面前说的略懂一二，也只不过是过谦之词啊。太子威名远扬，我不过是一样画瓢，不值一夸。李主簿不必过谦了，朔州有你，真是万幸啊。哦，还有一事，李主簿，这是上报朝廷的奏报，你要安排义父日夜兼程，赶快送到长安。刺史，这是信不过行军总管。哼，谈不上什么信得过，什么信不过，只是此事事关百姓的安危，我们必须想万无一失，多迈进一步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李世民，我终是摆脱不了你的影子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朔州人，你对朔州无比了解啊！你早就知道今天会败，你是有意通敌吗？在下冤枉啊！在下投诚之心日月可照，我只有一计要献给特勤，特勤听罢，若还要下了杀手，在下心甘情愿。说。这次有多大把握？此计若成，朔州不攻自破，特勤当局首功。是吗？禀主公，司马总管请你过府一叙。司马图，
他还有说些别的什么吗？没有，会不会是他答应了援兵之事，想与您商量？这次阿什勒部进犯以来，他那边没有任何的动静，他一直对我防范有加。此事没那么简单呐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秦老，这司马图请我，看来一定是个鸿门宴。可他是行军总管，我又不能服了他的面子，我得去一趟。主公，老朽陪您一道去。不必了，我想你留在府中更有用。秦老，这次我若是回不来，你便将这4个字交与李主簿。主公当真如此？这2位少年出身来历存疑呀。我向来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至于这个东西什么时机交给他们，由您来决定。主公，秦老，我知道您的担心，我相信他，可是更相信的是秦老您呐。主公，这听其言，观其行，便能知其心。我知道他或许有些隐衷，可我更相信他是对大唐和百姓无害之人。这些年来，我率军御敌，与敌人大战无数个回合，说不定敌人早就摸清了我的路数了。可是他不同，我见其用兵刁钻机敏，颇有变化，又是敌人陌生的路数，说不定可以出奇制胜。只是他现在的作战经验尚浅，还需要秦老您在旁边相助啊。即便这次我回不来，我相信只要你2人通力合作，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解救朔州百姓于危难之中。在这里，我先谢过了。主公不必如此，老朽遵命便是。刺史，站住！干嘛？徐峰，你就在这儿等我吧。是。走。下官公孙恒见过行军总管。原来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行军总管啊！下官惶恐，还望总管示下。我且问你，今日你是否出兵迎战了？是，今日军情紧急，当发现敌情时，阿什勒部已经兵临城下了。下官实在是因战事紧急，派不出人手来向总管禀报，事急从权，还请总管您见谅。本官待天子巡牧4州兵马，尔等行军，皆须听我调令，任何人不得私调兵马。本总管并非不明白事急从权的道理，可是今日交战整整2个时辰，难道在这2个时辰当中，公孙刺史忙到来不及遣个人来知会本总管一声吗？是下官一时疏忽了。人皆道你公孙恒心细如发，怎么会疏忽呢？说到底呀，还是公孙刺史
从始至终都没把本总管放在眼里，想必是随官做得久了，忘却了这天下，信了礼。下官效唐，那是诚心诚意的，还望总管能够明鉴，下官绝无异心。你这么说，那是本官诬陷于你了？下官不敢。你公孙恒，仗着兵马只听你一人调遣，在这朔州做了数十年的山大夫，横行霸道惯了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今日你朔州私调兵马，我如果坐视不管，其他3州也会争相效仿，是本总管如无物了。来人！总管，现在战事正急，请允许下官先退了敌寇，下官必定再来您府上，向总管您请罪。等你忙完了再来请罪，你好大的面子！你把天子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总管，请以战事为重，以百姓为重啊！带下去，严加看守。公孙刺史说，今晚留宿总管府，要你先行回去。总管，刺史府送往长安的战报，可截住了？都截住了。朔州的消息绝传不到长安。你马上派人守住南下的驿道。阿什勒部退兵之前，北境4州的任何消息，都绝不能外传。是。出来吧。事情办完了，你快走吧。我这里并不欢迎你。若无小弟报信，放任的公孙恒惹恼了阿什勒大军，万一引来主力，岂不是将北境4州送进了热油锅里？兄长这行军总管的官职，怕就保不住了。我帮了这么大的忙，兄长急着赶我走，有点不太妥当吧？我司马家族已与你毫无瓜葛，你自己投敌卖主，休要连累于我。兄长屈杀我了，小弟也是为了兄长好，亦不想看到生灵涂炭。那公孙恒想赔上全城性命，以成全他为民生之虚名。总管莫说是将他压了，便是杀了他又如何？我如何处置公孙恒，与你无关。好吧。朔州城破呢，是早晚的事儿。到时你这行军总管的人头，我如今投效阿什勒部，深受重用，境遇如何，兄长也已见到了。你我兄弟同根，小弟自然不会忘了兄长的好处啊。兄长左右同的公孙恒是结下仇怨了，若他一朝翻身，那兄长在这朔州城还有立足之地吗？小弟只能劝兄长一句：弃暗投明，为时未晚呐。天要亮了，快滚！
主簿，夜深了还不去睡吗？哦，我替刺史整理完文书便睡。哦，倒是秦老，年纪大了，不如巡夜这事儿交代给别人去做就好了。哼，主簿此言又做贼心虚之嫌呢。秦老，我就只有一句话，我问心无愧。啊，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。秦老，徐凤，这么晚你才回来，主公呢？司马图的下属跟我说，主公今天晚上要留在潼关府，我觉得不对劲，赶紧先跑了回来。果然，主公被他们扣下了。为什么？怕是因为白天主公私自调兵迎敌之事。这个司马图一直将刺史视为眼中之钉，他迟迟不答复刺史请求援兵的事宜。今日迫不得已，主公调兵迎敌，怕是被他们抓到把柄了。秦老分析的在理。自隋入唐，刺史便在朔州独掌兵权，朝廷遣行军总管统理四州，就是为了限制刺史的权力，为了不让他拥兵自重。如此今日一役，虽未叫贼寇得逞，但也会成为他们今后发难的由头啊！对，狗官竟如此不明事理，我这就派人打进他潼关府，将主公救出来。站住！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糊涂！主公被扣，他们竟然不敢声张，正是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抓住主公的把柄。我们此时对行军总管动手，岂不坐实了他们诬陷主公、暗怀异心、谋图作乱的罪名吗？那眼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主公？主公乃是益州的刺史，虽然被扣，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不过此事只限于我们3人知道，不能传到夫人耳中，免得她白白担忧。是。薛芳，你是斥候出身，最善查探，盯紧行军总管，一刻不离，事无巨细皆用信鸽传输于我。明日我亲自去见司马图，探探虚实。是。秦老，明日我陪你一起去。李主簿，你能老老实实待在府中，就是帮了我刺史府的大忙了。土喀社那个军师什么来头？此人复姓司马，是土喀社随大可汗征战时俘虏的中原官员，瞧着有些头脑，便留下了一命，做了雄师的军师。照中原话是小人得志，也不知道这个小人又给土喀社出了什么主意。方才斥候来报，公孙恒被潼关府押了。公孙恒被押了？哼，铜墙铁壁又如何？这公孙恒保了朔州这么多年，没想到被自己人给关了，这不是抬着朔州城送给我们吗？可惜了，一代名将毁于奸佞。听好那个司马剑，别让他玩火自焚，烧到我们了。是。我先恭喜特勤了。啊，我族兄已经压下了公孙恒，但我再加以游说，不日定会开门投降。好啊！要真有这么一日，那不光是我土喀社飞黄腾达之时，那也是你发财之日啊！我要看看那混蛋还怎么跟我争啊！你们这是要赶人就直说，你们这是干嘛？府上遭贼了啊！主簿，今早我被司马图挡在门外了，可我的斥候回报，司马图称刺史勾结阿什勒部的人，罔顾军令，有反叛之嫌，所以被关押候审了。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这哪还有天理啊！哈，天理，要真有，那天下就太平了。